欢迎收看关键时刻。圣诞节这天，北美防空司令部有一个70几年的传统，叫做追踪圣诞老人。全世界玩得非常开心。圣诞老人现在到我们的城市了，到我们的国家了。但是今年有个地方非常不一样，这个3D 建模可厉害了。它包括它穿越的峡谷、它的山、它的河流都非常的精准之外，甚至连中国有一幕是它的建筑物的间距跟现实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你可以看到每一步的后面都留着厂商的名字，就是这个 ANSYS。这到底是什么？原来我们一查之后才发现一件事情，它就是川普口中要搞金穷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厂商之一。所以今天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今天这个追踪圣诞老人就是川普向全世界的武力展示，他就是在秀他的肌肉，他的金穷计划从圣诞夜开始启动了。对，没错。实际上，昨天晚上的时候，全世界都在看这个北美防空司令部的这个所谓已经有70年历史的追踪圣诞老人这样的一个活动。对，那这个活动其实也非常有意思。为什么会开始展开？主要原因是当年的时候，因为人家说发起一个打电话给圣诞老人，就没有要打到这个北美司令部之后，就没想到他们也说好，我们会尽力帮你找圣诞老人在哪里，所以才开启这样一个活动。那在昨天的活动里面来说，我们可以看到说，川普呢一开始还也是模仿以前那样接一个小朋友的电话。那这个小朋友的电话，小朋友就问这个川普说，为什么我们这个北美防空司令部要追踪圣诞老人啊？然后川普的回答就说，我们要追踪圣诞老人，因为圣诞老人是好的，但是我们必须确保他没有渗透我们的国家，我们要确保他不是坏的圣诞老人啊。讲川普真的会搞这些。对，好，那我们就讲他当然了，你要追踪他，那当然就要拿出这个真本领嘛。对，他们美国的这个北美防空司令部呢，就动员了非常多的，因为他们有全世界各地方的雷达资料嘛，所以你看他穿越了美国各大城市之后，他也穿越了全世界各大城市。对，他也就是跟你讲说，他这个意思是什么？我们在追踪圣诞老人的同时，我也把全世界我知道的地图都展示给你看，全世界都在我北美防空司令部的眼皮底下，在我美国的眼皮底下嘛，这不是就这个意思吗？对，然后同时之间呢，他这个，因为我们知道，他整个影片结束之后，有 ANSYS 这个公司，对，那 ANSYS 这个公司呢，它其实就是美国金穷系统一个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然后他展示这些地图，就跟你说，未来呢，我们的金穷的地图大概就是这样，我们美国的地图，然后我可以知道全世界所有地方的这个任何的这个即时的资讯，那就是假设北韩发射飞弹，或是中国发射飞弹，我们可以同时启动在美国的金融系统嘛。而且你所做的事情，对，你的建筑物在哪里，对，我全部都知道。是，所以你不用想来打我的。对，好，所以他展示的这个是另外一个，就是说他展示用这个所谓北美防空司令部追踪圣诞老人，跟你讲我美国的这个战斗力。另外，他还打电话，他还视讯了很多美国的部队啊，对，很多美国部队里面一大堆哦，这个目前为止各式各样在全世界，包括说有在委内瑞拉啦，在中东各地的美国的这个所谓军队在这个地方。然后里面有一个叫做这个42电池的战斗分队，他说这个是个神秘部队，我都不能跟你讲站在什么地方。所以他事实上这就是美国，他透过这个活动里面来说展示给你美国的军力嘛，对，跟美国这个所有的军官这个连线，然后还给你一支神秘的部队，让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神秘部队。而且川普他搞的这一招是什么？他把画面全部都露给了全球看。对，圣诞大点兵了。对，好，就点兵给你看嘛，这就是我的实力。对，那中国在那边说长津湖，但是美国跟你说我的实力在这个地方，你就知道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逻辑。对，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圣诞老人在追踪中段，你看到这一张。太可爱了，是我们国防部也有，圣诞老人也在我们台湾这个地方，没错，我们确保了安全。对，为什么？因为北美防空司令部追踪圣诞老人的时候，他就说了，他当时有这个约莫是在晚上的时候通过我们台湾，所以我们国防部还说什么？他在24时的41分飞越台北跟高雄的上空，我们国防部马上在 X 上面说，在圣诞老人行经台湾上空的时候呢，台湾武装部队保持对周边海域还有空域的全面控制，确保一切正常。对，所以圣诞老人通过的时候，台湾是一切正常的，逮就捕的。对，好，那你知道，事实上不是只有台湾，你看他还什么？法国啊，这个看起来就是埃菲尔铁塔。他说什么？有人目击圣诞老人乘坐雪橇飞越巴黎埃菲尔铁塔，真的是埃菲尔铁塔呢。然后北美防空司令部还说，我们证实没有错，他的雪橇正在法国各地派送礼物。
好，那你看这到底厉害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吗？它其实简单的就是展示给你，我们可以3D 模拟或者还原整个法国的街景给你看。哎，刚刚那是凯旋门吗？对，它是这样，它到达这个地方的时候，它会都有哎，它会先从德国的地图由大这样慢慢往小。对，你看它可以放到这么小，放到这么细。你看它穿越德国布兰登堡，这很多成本。这样给你看，照了，它就是展示给你看，我美国对全世界各个地方的地图我掌握了多精细，而且它是说，你看从远而近这样进入这个意大利的罗马竞技馆，你看竞技场，它这边给你这个走一遍，然后竞技场旁边的所有人，它都给你100%还原，好细哦。这就是他们做的这个立体的模型，连当时的什么状况，它可以给你知道非常清楚。那你看到了希腊，当然到雅典去嘛，到雅典的这个卫城，你看在这个卫城上面来说，你看把它绕了一圈，这个神庙绕了一圈，然后所有的在卫城上面的所有的景色给你看一遍，然后到杜拜来说啊，当然是哈利法塔嘛，就来这个地方，对，还有棕榈这个度假村，你看给你这样，然后还有这个帆船饭店，给你这样绕一圈，对，你会觉得说，那我们会觉得说啊，这不过是一般的影片，没有，我跟你讲，它就在展示给你我美国对各国地图掌握的精细度，就是这样。你看到雪梨当然我们知道说就是它的歌剧院，对不对？到了它的这个雪梨的歌剧的那个地方，对，它就给你展示非常清楚。你看，这就是美国跟你讲我的实力在什么地方嘛，哈。那到雪梨之后，你看它在什么地方？他还到纽西兰，这都是他行经的地方，但是他也悄悄的来到了中国啊。他有掌握到中国的东西，他秀给你中国，他到上海，好，上海我们就知道说是有上海的3栋建筑物嘛，对不对？就是开冠清的3栋建筑，这个东方明珠塔嘛。来到这个地方，他跟你说，你看我也是掌握的非常清楚啊，你仔细来看哦，他把上海的地图、地貌、地形都掌握的非常清楚的一个状况。然后还有东南亚也是给你都走一遍啊，东南亚很多山脉啊，各式各样的这个地形啊。他也都给你绕一遍给你看。哎，东南亚这画面超级怪，是你可以看到它连那个山坡，是山上面的河流，对，那个细微的凹凹凸凸，对，它都还原的非常仔细。上面的草，它的植被，对，一模一样。对，没错。好，那除了到东南亚之外来说话，他还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到了 South Korea， 就是到南韩去。那为什么到南韩去很特别，你知道吗？因为南韩的 Google 资料，其实 Google 地图上面是没有南韩，对，你看他跟你说这个，你看他也是照样有给你完整的街道，他都给你弄得非常清楚啦。对，你看这是这个南韩的这个塔嘛，对，他给你这样首尔塔，对，他给你这样绕一圈，然后里面的这个大楼给你绕一圈，然后就是表示说啊，南韩的地图地貌我也认识啦，就这样的一个状况了哈。甚至后来跑到哪里去？跑到乌克兰去了，真的假的？对，但是他乌克兰的时候，他就没有，因为乌克兰是战区啦，他就没有展示他的地图，但是他就给你拍，就是说我是到乌克兰去的一个状况，这样好。那当然了，看完了全世界之后，他现在到美国来了。到美国来的时候，照我他很有意思哦。他到美国的时候，当然很多地方他给你绕一绕，对。但是他刻意的，你看，他到麻州去的，给你弄这个铺路爪雷达，对。他就是展示给你看嘛，他在美国他是用我的武器，我的雷达这样给你看，对。然后这个而且还用铺路爪雷达，它代表一个事情，我的雷达早就锁定圣诞老人了。对，那我们知道铺路爪雷达是可以涵盖这个非常大面积哦。我们台湾有铺路爪雷达嘛，对。然后他是说他同时怎样，圣诞老人的雪橇在接近加拿大的时候，他还说加拿大的皇家空军这个 CF-18战斗机护航，还有什么在格陵兰上空的时候，他就说什么发出这个红外线啊，追踪他前往加拿大的这个状况。这告诉你什么？告诉你，照我跟你讲。我掌握这么深的时候呢，我为什么能够掌握这么深？就是因为有这个 ANSYS 的公司嘛。这一家到底何方神圣？对，大部分来说的话，都是跟这个民航啦，或是跟这个军工产业互相合作的一个状况，它可以开发非常多。譬如说，飞机你在这个导航的时候，你就需要它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地图嘛，对，还有飞机的这个这个所谓指示系统，都需要它的相关的这个状况嘛。那当然还可以用来什么？用来救灾嘛。譬如说我们要造火，譬如说加州大火的时候，哪个地方有大火，我需要重建整个地图，对，这样我才知道说，这个地方火灾的时候是几公尺或是怎样，我可以透过这个 ANSYS 的做出来的所有的地貌，我可以知道非常清楚嘛。所以这个其实不是只有国防军事所用，他真的很厉害。他跟这个你看哦，刚刚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画面出来？由卫星再进到里面去，是，甚至你刚刚讲，连火场里的火点在哪，它或许都能够建模出来。所以我就说嘛，不是只有在这个军事用途嘛，在这个民用的这个用途里面，防灾用途里面都非常重要嘛。所以它这套系统里面获得全世界各国的这个采用，或者说美国的采用。好，
那我们讲，那他怎么收集资讯呢？当然有卫星，美国有非常多卫星嘛，所以他可以透过卫星观测你。可是问题是，如果照我们仔细看哦，他刚才进入这个很多市区的时候，他是怎么知道说市区那些更详细的东西？对，因为他可以透过车上的这个摄影机。也就是说，他也可以收集这个数据之后呢，他可以上传给 NCC。所以我在说，他有全世界非常大量的资料嘛。我们就讲，搞不好这个特斯拉的很多资料，或是美军的很多资料，他们在开车，在美军那边开车的资料，很多 camera 拍了就可以送到这里面，然后就可以。所以这也难怪为什么中国刚刚那个可以做的这么的准确。是没错，他们那么多特斯拉在那边。对，没错。那为什么要这样说？因为他有跟这个NCC 的政府部门的这个 AGI 的这个合作伙伴呢 ，Cesium 的公司呢，有做一个这个3D 的这个模拟地图。所以我们就讲，你看你按照什么从卫星啦、飞机还有汽车上的影像的处理啦、雷射、雷达等等，他就把这些资料完全建立起来。建立起来之后，你看必要的时候，我跟你讲，他平时的时候也不会展示给你看，对，他必要的时候才会把它展示出来啦。就是说，可能简单来说，你看我们可以用在什么地方呢？第一个，你看我有一个你原本大量的这个资料，对不对？对。好，我们假设一个状况，今天我要在某个山区跟敌人开战，那怎么办？我就开始把卫星跟侦察机弄到这个地方了。对，弄到这个地方来之后，我把这个数据呢输入到 NCS 原本建立好的模型之后，我就可以更完整的把更细微的资料完全收集的非常清楚。譬如说我真的美军抵达这个战场，我可能从来没有来过这个地方，对，但是我一抵达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给我完整的这个资料。譬如说这边走500步之后会有一个小山坡，然后小山坡再走个300步，那边会有一个草丛，你可以躲在那个草丛里面对敌人发生狙击，你完全知道，太厉害了吧！所以你就知道说，事实上它就是一个复合版的这个国防工业需要的软体跟一些所谓的相关的这个基础建设的公司。好，那我们就讲嘛，那为什么我就说这个是川普送给全美国的一个礼物呢？简单来说，这个今年5月20号的时候，他不是说要启动这个 Golden Dome， 就是说太空导弹的防御系统嘛，要投入大概1750亿嘛，然后拦截这个所谓邪恶轴心，像中国、俄罗斯、伊朗、北韩的这个所谓洲际飞弹，还有这个高超音速的这个飞弹嘛，哈。那当时的时候 ，NCS 的这个由他们部门呢，就有一个跟这个美国互相的这个连接的一个状况。他就说什么呢？他说我们要精穷系统化，简单。赵伟，你知道我要怎么做呢？我刚才不是就说吗？我先把全球的这个战略地图都弄出来之后，我把这几个国家，中国、俄罗斯、伊朗跟北韩，好，我就在常常有卫星在你的上空收集你的资讯。那必要的时候，我可以譬如说派很多飞机到那个地方去看你的资讯，我随时监控你。假设你从哪个发射井有一个这个飞弹发出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了。它模拟北韩发射导弹，就是这个。它发射出来之后，他们就知道说，因为你从什么地方发射，我知道嘛。那你发射的角度是多少？我知道嘛。那你发射的速度是多少？我也知道嘛。那你可能的路径会是怎么样？我也知道嘛。所以我可以第一个时间就评判出，你这个大概会对我美国哪个城市造成怎样的威胁？那我要用什么样的武器去拦截你嘛？所以就这样子很简单，我就用这样的方式就可以拦截住你啦。所以他今天不管发射什么出来之后，它的弹道跟 power 甚至它的落点在哪里，我都知道啊，一清二楚了。对啊，这就是他做的就是这一套。那至于拦截飞弹，那是美国军方的飞弹啊，对不对？那就是不在他们的行列里面。但是我可以提供给美国军方最多的战场资讯嘛，这就是他精穷一个非常重要，就是这个部分嘛，雷达系统嘛，这就是 NCS 在做的嘛。好，那我们刚才不是讲吗？他除了这个发表这个精穷系统给你看之外呢，这个雏形给你美国人看啊，免惊，以后我们不用怕什么中国、俄罗斯、伊朗、北韩的威胁。好，另外一个你看，我觉得美国都是这样啦，他们是很崇尚军人的，所以你看他跟这个梅兰妮亚马上就是对美国的军人说，我们这个 Christmas 的时候要给你祝福啊，然后他就开始点名啊，然后点名陆军，他说他们在伊拉克。那伊拉克的这个第2作战旅，他就说你们在摧毁 ISIS 恐怖分子，非常厉害。你们不能手下留情，因为他们对我们也不留情。好，那另外一个海军叫做福特号，还有福特号航母哦。然后海军陆战队他们在哪里？他们在菲律宾。对，然后空军呢？空军他们也在加勒比海，他们目前为止也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委内瑞拉外海。所以你看他跟你讲什么？你看我美国现在，你中国能不能打仗？你中国现在很多这个高级将领人都不在，我们现在美国还在各地作战所以他会跟你讲，我们美国武力强大。然后另外他还点名太空军。太空军他就点了这一支嘛，42电池战分队嘛，他就说什么啊？这个分队在建立一个未公开的地点呢？你看他说你们在某个秘密地点执行防御任务。对，我很想告诉他们你们在哪里。对，
我为能加入太空部队而感到无比荣幸，对还埋了这个伏笔。对，他还不忘夸他自己嘛。他说：“哎，你们团队正在为美国太空的霸权而努力哈。我们刚起步的时候落后中国跟俄罗斯，但是现在我们已经遥遥领先啦。所以这是他就要卖说，你看都是我有先见之明，成立了太空部队，我最棒了。所以你看美国有这么多武器嘛，展示给你看嘛。所以我才说嘛。”中国人，你要真的要跟美国冲突的发生冲突的时候，你要垫垫你的斤两。因为我们刚刚特别讲的一件事情，对于川普来说，他送了圣诞礼物给了美国人之外，他真的送了一个超大礼给太平洋的岛国。你看到这个画面，我看到之后我想说，真的假的？他竟然用这种空投的方式去给这种太平洋的岛屿56个哦。结果我觉得最厉害的是什么？他没有掉到海面上。他真的有够准的，对，这不是只有56个而已，总共将近目前总共有60个，而且60个了，受惠者总共有将近56000名的太平洋岛国的民众哦。这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哦，每一年美国都在圣诞节的前夕的时候呢，都将发动这个所谓的我们叫做 Operation Christmas Drop。就是所谓的圣诞空投行动。那为什么耶诞空投行动或圣诞空投行动的目的在干嘛呢？其实要回溯到1951年的时候，当时美国有一架运输机经过密克罗尼西亚的联邦的南方的岛屿的时候，结果下面有很多这个岛民呢在跟空中的这个美军呢来挥手。那这时候美军呢就绕了一圈之后呢，把飞机上所有可以的东西装成一箱，用降落伞的方式直接空投到这个地方，把它们当做礼物。所以从1951年开始，美国每一年到了圣诞节的时候，就开始执行这样的计划。所以到今年来讲的话，已经将近有74年了。对。但是到现在来讲，在这种空投来讲的话，第一个，它不是只有自己在做。今年来讲的话，有日本、加拿大、澳洲，还有纽西兰等等这些国家都加入了美国空军的行动。第二个，它是动用C-130的这种运输机来进行空投，但是你知道啊，这个空投来讲的话，要非常精准。对，我们知道说太平洋岛国很多都是环礁，这个环礁来讲的话，你知道啊，投下去来讲，你有可能会投到海上去啊，你可能漂移就漂到别的地方去啊，浪费物资啊。结果它这次还这么的准。对，它大概投下去之后，而且还可以让当地的民众拿到，而且还是什么东西？东西不会坏掉嘛。你东西不会散成一地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就来讲的话，平时在做空投耶诞礼物，但是战争的时候呢，他可能空投战车啊，可能空投什么东西的时候，这时候要很精准，而且不会让这个东西损坏掉。对，所以现在其实那是一个美军的实力展现的一个机会，对，并不是一个真的在投圣诞礼物的概念，对，那就是以人道主义为名来讲的话，来展现它这个军力，同时间也跟所谓的其他国家合作，而且很特别啊，今年又有印度的空军也加入。对，而且我觉得这次最可爱是什么？来，你可以看到，他真的是穿着圣诞装，哎，是圣诞帽，哎，是。结果你刚刚说开 C-130弄过去，走，哎，他们真的非常强，但这个也很暖。来，你可以看到。这过去这么还有可爱的，是圣诞装老人，我成功了，我送达了。是，但是问题是太平洋岛国非常热，你知道吗？高度大概30多度，还穿着这个圣诞老人的、真的尽力了。对，他们真的就是很诚心的去做这些事情哦。但是我们话说来啊，今年来讲的话，对台湾来讲，或许又是一个圣诞礼物出现了，对，那就是洪都拉斯。洪都拉斯的这个选举的结果已经出来了哈，那是由这个所谓的川普所支持的阿斯夫拉只赢1%，对。赢1%，但是赢1%的时候，不管是第1名或第2名，都是挺台湾的哈。对。那第3名的左派来讲的话，都不是川普所喜欢的。但是因为第1名来讲的话，这个很多的这个大家都看了哈，这一位他基本上来讲的话，是希望能够跟台湾恢复邦交啊。对。不过我们现在是在谈了，为什么呢？因为从2008年开始外交休兵之后，一直不跟北京来进行金钱外交，一直到今年来讲的话。已经将近有17年的时间，我们都没有增加邦交国，也不是说这17年来讲没有任何国家来跟我们接触哦，只不过说，我们现在国家正在讨论说，到底是这些要回来的，我们要不要跟他复交？对，如果他复交的话，那他倒是用什么名义来跟我们复交？他是要因为他的利益跟我们站在一起，那这样子的话，说不定过几年之后又跟我们断交，对不对？所以其实要不要跟北京重启这个金钱外交？那要看整个环境，为什么叫看整个环境？就是看川普了。对，川普到底是不是希望洪都拉斯跟台湾复交？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对，如果川普支持的阿斯夫拉他当选了洪都拉斯总统来讲的话，可能会因为他是属于右派的，
现在川普的最主要目的就是希望把中南美洲全部各国都搞成右派的。对，所以你看到从智利一直往北走，一直到现在的洪都拉斯，他基本上都在力挺以及暗中资助这些右派的这个执政这个政党能够获得执政权。现在如果说川普希望有一个右派的联盟出现，而他又可以跟台湾有邦交关系，把中国的这个所谓的影响力赶出中南美洲的话，那可能就有必要去做这些事情。对，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因为洪都拉斯是在什么美国2009年的台北法案通过之后，第一个来跟我们断交的这样的邦交国。因为2009年当时所罗门群岛跟吉里巴斯跟我们断交的时候，美国就是 Rubio 当提案，就是提议要力挺台湾的邦交国，跟台湾维持关系。那现在洪都拉斯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这个时候呢，结果又跟2023年选择跟我们断交。所以现在如果洪都拉斯回来的话，不到2年的时间，代表宣告中国的外交失败。顾正，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一件事哦，川普他是一个跟流氓一样。第二什么？他是一个很现实的人。不要忘 ，Intel 他把他当成自己跟干儿子一样。美国有没有入股？有入股。辉达有没有入股？有。他想说，Intel 一定是很强了。结果现在白宫说什么？他说没有哦 ，Intel 并非大到不能倒。他说不要他就不要，要割舍就直接割舍的哦。所以川普真的送了一个台湾给台湾一个圣诞节礼物，因为这个是24号，他竟然宣布一件事情是，他跟英特尔的关系其实是我虽然挺你有优势，但是其实它并非绝对优势。为什么会做这个宣示？是因为白宫路透讲这句话，是白宫有2个知情人士讲说，在美国营运的外国晶片商担心。美国政府刚才不是说吗？美国政府挺所谓的英特尔才是他真正的儿子嘛。那其他外面抱回来养回来，虽然出生在国外，虽然是美国的小孩，但是抱回来叫外国营运商嘛，他会担心。他讲谁其实很清楚嘛。现在在美国投资晶圆厂的就是我们的台积电嘛。美国政府是不是因为入股，他会干预客户？美国客户只跟英特尔合作，而不跟他们合作嘛？那这个。白宫现在正式对外说明之后，美国入股英特尔会为他带来成功，你要自己努力哦。虽然会为他带来成功，但并非绝对的优势。英特尔的战略地位没有稳固到不会失败，换成白话文就是没有大到不能倒了。虽然你有优势，但我没有完成停役。接下来讲一句话，其实更有意义，是商务部的卢特尼克部长解释他就解释说，商务部的卢特尼克有讲什么，知道吗？不会为了英特尔利益而优先处理某些事务。简单讲，英特尔利益不代表美国，也不代表美国商务部的利益。所以英特尔你必须要靠自己的努力，你自己技术跟执行力要能够突破。那为什么他讲这些？他其实简单来讲，就是叫你 Intel， 你争气点。自立自强，好好我虽然入股你，我挺你，我给你钱，我挺你，也代表美国政府的态度。可是你自己做不出来，技术没有办法突破，那你还是自己要靠自己。那人家外国营运商愿意在美国投资，那代表我也会挺他。所以美国最大利益还是美国，不是英特尔利益哦。只要美国能够生产最先进的晶片，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台积电未来可能还是会在美国生产最先进的晶片。那这个白宫这句话其实印证了另外一件消息是什么？你知道吗？现在英特尔的股价在盘前大幅下跌5%哦，因为美国现在是圣诞节没有开盘。对，它为什么大跌？是因为黄仁勋本来他也入股英特尔，跟美国政府一样，对，并且决定要成为他 A18，就是1.8奈米的客户，要来用他的代工来客户，等于是挺英特尔。对，结果现在宣布说暂停不要了，等于英特尔最先进的制程可能没有客户哦，这非常严重哦，没有别人愿意用它。整个英特尔可能会有蒙上一层阴影，甚至有倒闭的危机，未来可能走不下去。这制造这部分当 IC 设计它还是很强 ，CPU 很强，可是它可能没有办法继续往先进晶片推动。为什么会这么说呢？这是 CNBC 的一个报道说，他们走进英特尔的亚利桑那工厂，这家制造商正命悬一线。他用这个字眼，命悬一线，都倒了。对，因为它已经在生产18A，就是1.68奈米的晶片。那他到处去说服别人说，可不可以当我的客户？因为他这个晶片制程要花非常多的钱，晶圆厂要花很多的钱。可是到目前为止，就刚刚我们讲了，为什么 NVIDIA 不做他的客户有多严重？因为他现在主要的客户就只有他自己在用所谓的1.0奈米的晶片。那
Pacernik 就是它为现在的代号，结果人家现在它已经出来了，号称可以量产了，把它拿出来跑分的时候，才发现它现在单核心跑出2451分呐，哈，多核心跑出9714，可是人家拿什么来比，你知道吗？拿去年台积电替英特尔代工前一世代的3奈米制成的晶片一比，发现单核心台积电跑2915，它跑2451，台积电赢。对，如果多核心的话，11448。还是赢英特尔的1.8奈米的制成的产品，而且3奈米，对，你是没错1.8奈米，没错，你还跑输他？对，所以为什么他现在辉达不用他，美国政府不敢对完全挺他？为什么发表这句话？其实去年魏哲家已经讲出来了，其实魏哲家已经对外说啊，虽然英特尔号称有1.8奈米的制程，可是其实台积电的3奈米制程就已经比你 A18还要强了。我不只是好看呐，我是民生还有实用技术都是领先的，全世界都知道台积电比较好用嘛，所以一跑分你没有量产，你没有拿出来试，没有人知道。现在一拿出来才印证说，哎，那时候魏哲家这样说，我不用2奈米跟你比，我用3奈米就赢你了。技术跟实用才是优先的，而且英特尔真的是拼尽了全力，你知道吗？它的1.8奈米 A18制程其实已经用了最高阶的艾斯摩尔的新一代的极紫外光机，台积电还嫌它贵，你知道吗？他说暂时我还用不上，现在最主要客户就是英特尔跟三星，对，太贵了。台积电说我不需要这个，所以他连器材都是拿最新最好的，对结果你还跑输3他还奈米，用最新的技术，所谓的晶倍供电，就是把电轨跟信号把它分过来。台积电现在在2奈米也用这样的技术，他把所有的最好的技术都用下去了，还是跑出台积电。那这也是解释另外一个问题，因为现在白宫的表态也跟前一阵子罗威人事件有关。对，因为英特尔现在急于想找出一个秘密，是为什么台积电在3奈米以后，甚至2奈米，为什么它可以突破？它就是只要找到人，搭起来都是货。他很想解答这个问题。那也同时也是一件事情，台积电的2奈米大家都想知道。大家都想偷，所以现在日本也是相当重视这件事情。现在也是在同一个时间，东京威力科创把整个台北公司的人事进行大幅的更动，算是给台积电一个交代，是我把有错的人可能全部都换掉，来给台积电交代。他把董事长伊东晃调去执行顾问。对，哎，你知道啊？董事长都第一个被砍的，董事长砍了变成执行顾问。这如果用日本的漫画在讲职场的科长岛根做的一系列漫画，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当你从董事长变顾问的时候，代表什么？你这个人在日本的职场从此可能就是绝路了，职涯就到终点了。顾问叫他把顾而不问，你可能就会变成窗边族。哎，岛根座最喜欢讲这句话：你被从董事长换下来就是窗边族了，一辈子就在窗户边过你的生活了，你就是变成一个顾而不问的工作。所以这个惩罚算很重哦。然后张天豪当然还可能有前途了，他去营业本部的部长，那他这样做的时候，就会让人家知道一件事情是台积电对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视。虽然他可能想偷我们台积电2奈米，想知道2奈米是怎么做出来的，可是威力科创为了这件事情，算是给台积电一个很慎重的交代。当然他还逃不过，因为未来还要赔偿，甚至要赔钱，赔了钱可能会到上亿美金这么多。当然这是未来官司才会进行的事情。那台积电现在做了一个非常严密的防范是什么？你知道吗？他现在把内部的专案的代号或执行的技术代号全部都腾梁换鸟，全部都更新，对，就是为了防什么？罗威人。罗威人知道里面执行代号是什么，哪些团队在做，技术代号是什么。现在整个台积电为这样动得非常快，严格要求说，哎，怎么内部代号、内部技术代号全部更新，甚至要求供应链你可能要非常小心。如果你跟罗威人合作的话，你可能都会有问题。为什么这么做？你知道吗？其实罗威人是谁重用他？其实已经到前任董事长蔡力行的时代。那后来张忠谋回国的时候，其实罗威人是从研发主管被调下来。那时候张忠谋重用了，其实是把他的老臣蒋尚义回来管研发。那本来是罗威人跟孙元成跟米玉杰一起在承担研发工作。可是张忠谋回国之后，罗威人其实是整个工作被分担下来，其实他管的是设备供应商，所以罗威人在台积电的设备供应商名声很响亮。但实际上，在张忠谋回来之后，其实他管的是
整个管研发的是孙元成跟米玉杰，对，那代表一件事情是什么？你知道吗？挪威人其实在供应商这一块、设备商这一块，其实人脉跟经验跟技术其实是相当熟悉的，对甚至他知道台积电是怎么用哪些供应商的。可是真正的技术他可能不了解。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是，那到底是谁力挺挪威人延退8年？现在有人说是魏哲家，所以魏哲家必须好好处理这件事情。那他现在不是会很尴尬吗？我挺你，然后你在我还在任的时候，你就带枪投靠 Intel 了。对，力挺8年，你还让他带枪 Intel， 所以现在魏哲家必须做2件事情嘛。你跟供应商关系非常好，所以严格要求供应商不可以跟挪威人再有任何旧关系。第二个，把内部研发代号全部都腾笼换鸟，全部改掉，就是为了防止这件事情嘛。但最重要的是，台积电在2奈米这件事情，其实还是领先全世界的。那这是我们台湾现在美国非要台湾不可的优势，是2奈米这个制程，虽然号称三星跟英特尔都有，那如今英特尔、辉达这个客户没有之后，其实只剩台积电一直往前做，包括苹果、高通跟联发科，只有他们在用2奈米的制程，那代表只有他们敢信任台积电。那我为什么说这个难度在哪里？当晶片做到3奈米以内之后，它会产生一个叫穿隧效应，就是晶片做到非常小的时候，以前在3奈米以前的时代，它通过了物理极限。以前有一个电晶体之间、晶片之间有一个绝缘层，它高于3奈米，这个电子跑过去的时候碰到这个绝缘层会弹回来，它不会穿过去。可是，一旦低于3奈米，进入物理最小极限的时候，就像水一样，这个绝缘层会非常薄，所以电子会跑过去，会产生用一个简单的就是漏水。那漏水在电里面跑就是叫做漏电，对，甚至可能运作的时候会过热，甚至逻辑信号会错误。但现在只有一个公司能够突破，把这个良率做到很高，只有台积电。台积电在环绕杂极这个技术，还有材料科技，其实都突破了2奈米。全世界只剩台积电，必须是全世界不可或缺的一个最重要的技术来源跟晶片的来源。宇轩，今天有一件事情我终于想通了。原来泰检到现在都没办法停战，到现在泰国还在继续轰，而且是往里面杀进去。我心想，他到底是为了什么？我终于懂，他现在根本是选择站队美国之后，他现在要来抢头功了。现在美国要杀的是谁？陈志，柬埔寨给我交出来！你没办法交出来，泰国我要抢功了。对，这我没有错。现在呢，根本不是在发动战争，很像是在怎么讲搜救行动。如果要抢的人是谁？要抢的是陈志。因为你仔细看这个画面，你越看越不对劲。这个地方呢，基本上不是交战区，它是在柬埔寨的境内，也就是它国内的省份。那这个情况下，它原本不是说你泰跟柬埔寨之间的这个争议啊，对，这没有争议的区域，它就是柬埔寨的土地啊。来，你看啊，这是泰国的军队进民宅了。对，你看莫名其妙跑到民宅里面去，而且还鬼鬼祟祟的，有没有？尝试一个人掩护，那另外人干嘛？在开门，在找人，而且都是平民的住宅区哦。你如果说赌场，你给我瞎掰说那个是无人机的制造基地、军队的制造基地，还有情有可原。你进到住宅区里面，你卖他 gay 嘛，就是一个找人。你看哦，泰国的军队在大街上，这是社区。安详的社区里面，四处在那边东敲敲西躲躲，然后在那边看，对，所以很显而易见，他们找的只有一个人嘛，他们在看说是不是有情报说可能陈志会有隐藏在这边，所以呢，各个大街小巷现在柬埔寨的居民呢都把这个监视器挖出来，觉得太诡异了，对，到底在找什么？那与此同时哦，这个冲突哦持续在升温，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邻近地区哦，连有一个印度教的类似他们这个雕像哦，你知道干嘛吗？来，他用怪手。先戳他的后背，然后开始往前推，然后最后面硬生生要把他推倒，这太坏了吧！直接把佛像给倒了。所以这个宗教行为嘛，这就不是所谓的传统型战争啊。那因为附近地区很多民众一直在怒吼说泰国人滚出去，泰国人滚出去，但是他们有没有炸这些诈骗园区？有还是有？我们之前一直跟各位介绍到坡贝，那他最近呢又成功摧毁了坡贝的2波的我们讲的战略跟建筑跟地点。那他们一直讲说啊，这个其实是国际诈骗一个很重要的园区，所以你看哦，冒出浓浓的黑烟。那他一直跟你讲说啊，没有，其实因为这边是有军事设备啦，有无人机系统啦，哈，那我们是严防我们据点要遭到这个监视。我跟各位报告哈，我完全不这样认为。为什么？你仔细看一个反应，他是不是炸了这些诈骗园区，炸了这些我们讲赌博园区？但炸完之后呢，你有看到诈骗集团的往外跑，甚至是你知道吗？更巧妙的点在这边，泰国军队要进攻之前，他会先打闪光弹。我没有看过有人这样进攻。对，你知道打闪光弹干嘛吗？兄弟，
人赶快走哦，我要来了。他就跟这些诈骗园区的里面的这些牛马跟他讲说，你人先跑吧。所以看到这个讯号弹之后呢，你看哦，底下还是什么中国餐厅、巴蜀牛肉、川菜。全部都是中国人嘛，所以赶快有大批的我们讲一堆诈骗团伙就开始往外这边撤，所以你想想，很早哦，所以这个情况很显而易见，他们有要找什么，他们有要摧毁什么，他们有一些定向的目标，而不是单纯为了杀人而杀人。但是呢，当他炸的一个柬埔寨赌场里面呢，有一个景象吓坏大家，你知道这景象是什么吗？来，各位，万兽之王，一只狮子就关在里面。总计有2头狮子，1公1母，还有3只黑熊。日本人看到会觉得瑟瑟发抖的。那你不觉得很奇怪吗？这边诈骗园区为什么要养这些呢？太奇怪。那个时候我们还说什么？他去炸赌场是因为什么？都跟诈骗集团是有关系。他还说什么？跟他的军火库是有关系。结果他们炸完之后，进去搜，里面还有真的一堆微博的。对，然后你看哦，泰国的这些警方哈，我们讲还特别介入到这个案件。然后第一个，他们先去观察说，这些猛兽状态。后来发现说，这些猛兽都特别瘦。就是说呢，都假别霸，然后很饥饿，然后感觉都没有照顾好。然后后来他们用他们的这种隐晦的方式可能把它蒙住眼睛啊，打麻醉针的方式，然后呢把这些狮子跟熊抬出来。后来他们了解之后才知道这些干嘛的。你知道这些狮子跟熊他们的食物来源是谁吗？人啊，他们都吃人的。他们不是吃一般饲料哦，就他们就说陈志为什么要去养这些？因为他原来是拿来恐吓赌客。比如说呢，你今天要赌博之前，他就让你看一下这些狮子跟熊，说啊，你如果钱付不出来你自己注意看着办哈。然后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呢，就真的我们讲付不出来，或者是赌一赌呢无力偿还，最后呢他就在当着其他赌客的面呢，把这些人就丢进去。那因为这些熊跟这些老虎、狮子，我们讲已经饿很久了嘛，那你觉得人进去会变成什么状况呢？马上变成一片一片，雪花片变成碎片。所以呢，他们就想说，哇，那这个是太抽残了，玩到这种地步，甚至是有人会怀疑说会不会是拿来当赌场的保安啊？你把那个野兽放在那边，谁敢在那边给你作乱，对不对？但是我们刚才一直在强调说，柬埔寨作弊相关，其实它是有根据的。为什么？比如说我们举这个为例子，这个叫做特莫达赌场。那在这个赌场里面呢，先前泰国它是利用它的海军远程的炮火袭击，它是先用 GBU。也就是高达200公斤的炸弹远距离 F16或 F18， 对，从空中投递，然后把左边精准打击炸掉之后呢，你在干嘛吗？下一秒它再转换到右边，然后呢再瞄准右边呢进行轰炸，这是其来有自。为什么？因为9月份的时候。泰国的 Marine 是他的海军陆战队，才先悄悄的潜入到边境，而且呢对附近的赌场去做检查。但你知道吗？当他进入到这个赌场去做检查的时候，发现里面非常的斑驳阑珊。但是后来答案揭晓，他为什么要这样进攻？因为媒体报道，实际上这是盖在泰国的土地上，但是背后的老板跟他的经营者、跟他的资金、跟他的营运者，从头到尾都是中国。所以你看到这边之后，你会发现，原来所谓的泰柬战争背后只是美国跟中国在诈骗上面的严重角力。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